大家好，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常常认为无所事事是浪费时间，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比什么都不做要强。人们都在向前冲，谁会选择停下来呢？但实际上，有时候无所事事反而能让我们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看似矛盾的话题：为什么无所事事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当我们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通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冷静面对，解决问题，这当然是最好的情况。第二种，被焦虑、惊慌、沮丧等等情绪占据，于是选择先缓解情绪。这时候你要非常小心，因为错误的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这个时候，无所事事就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且听我详细分解一下。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世界，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加上快速发展的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拼命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采取的行动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反而可能制造更多的麻烦。比如，每当工作遇到难题的时候，有的人选择暴食暴饮来缓解焦虑，工作未必能顺畅，却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新情况——减肥。又比如，有的人和伴侣在生活琐事上发生分歧，一沟通就吵架，这让他很沮丧，于是通过购物来发泄情绪，结果要么面对高昂的账单，要么回过头去退货。这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忙碌却无效的状态。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却没有真正对症下药，反而让我们自己更累。在众多的应对机制中，有一种叫情绪应对，就是我们试图通过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来应对问题，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本身。前面的例子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你面对一个重要的考试的时候，焦虑到快要崩溃，你想缓解一下这种焦虑，于是选择打游戏、刷剧、喝酒来暂时躲避。这种短期活动能让你暂时不那么焦虑，但它并没有帮你解决问题。考试的压力仍然存在，焦虑也没有消失。你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对，甚至有一种我也需要放松这样的理由。但当我们通过玩游戏、喝酒来减轻焦虑的时候，第二天可能因为宿醉或者是身体疲惫，无法集中精力来应对考试，最终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更严重了。所以，情绪应对并非一个健康的应对方式，长期依赖这种方式，往往会让我们错失解决问题的机会，甚至陷入恶性循环。情绪应对的一个常见后果是拖延。你通过拖延来缓解压力，但你越是拖延，留给真正解决问题的时间就越少，问题就会变得越严重，直到无法逃避，最后不得不面对。最可怕的是，情绪应对让我们忽视了真正问题的存在，有可能在情绪缓解之后，就不再去寻找引起那种情绪的真正原因和根本的解决办法了。比如，气儿消了，就翻篇了，跟伴侣矛盾的根源就不再追究了。这就像你不断的游泳，想要逃脱海浪，但每次都越游越远，直到精疲力尽。那么，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并不复杂。与其继续在情绪应对和无休止的行动中反复纠缠，不如采取减少努力的策略。面对压力时，不必总是通过更多的行动来掩盖不安，而是学会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放慢节奏，学会反思。当你感到焦虑时，试着停下来，深呼吸，冥想几分钟，或者干脆坐下来，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给自己一个短暂的暂停。
这些短短的无所事事，并不意味着逃避问题，而是让你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心理学研究发现，当我们的大脑进入默认模式网络的时候，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都会大大的增强。换句话说，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大脑是在暗中整理、归纳和分析你所面对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困扰自己已久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默认模式网络在发挥作用。大脑在放松的情况下，才能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真正找到创新的思路。无所事事并不是完全的不做任何事，而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急着为解决情绪问题而耗费精力在一些可能为自己带来更多麻烦的事情上，给自己一些空间，让自己内心得到平静。这个静止并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智慧、更高效的应对方式。所以下次当你感到焦虑和无助时，不妨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无所事事。这不仅能让你恢复能量，还能让你更好地迎接挑战，甚至做得比你想象的更好。视频就到这里。